那份被拒绝的纽约合作公寓申请，一位律师眼中的故事与启示。说起来，20年前的生涯里面，如果没有一点点的挫折，那是不可能的。不说客人的，就算只是发生在我朋友自己身上，也有过房子卖不掉的挫折。以前朋友在纽约市的皇后区有一个 Coop，后来我们的朋友在布鲁克林区买了一个房子定居，然后就要把这个 Coop 卖掉，因为这个 Coop 的社区是不可以出租的，我们朋友不可能空在那里，但是没有想到找到了一个全现金的买家，合同也签了，定金也给了，向大楼申请购买股份的申请信也给了，就是没有回音，等啊等，等了很久，结果等来了买家律师要求取消合同的通知。通知里面说，合作公寓董事会拒绝了我朋友的买家的申请，所以的话，我朋友要取消合同，还附上了大楼董事会的决议复印件。那时候真的不敢相信，大楼的董事会的决议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只是一封礼貌但是冷冰冰的信。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买家是全现金，不需要贷款，居然也被拒绝。那要如何的资格才能可以购买 Coop 呢？买家跟经纪人说，他是也感到非常的沮丧，他的财务状况是很好的，他的信用分数也很高，他也递交了完整的申请材料，但是似乎这一切都没有用，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给，就被拒绝了。如果说你在纽约买过合作公寓 Coop，你可能知道，董事会拥有非常大的裁量权，他们可以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拒绝任何人的申请。但是很多的买家并不知道，这背后有一整套复杂的法律与文化的逻辑。纽约的合作公寓并不是单纯的买房，这是买家购买的其实是合作社股份 shares，同时获得相对应的面积的单位的专属的使用权。多股份的可能就是一房或者是多房的公寓，少股份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通常 studio。Coop 的市场价值普遍要比 Condo 要低，就是因为这种特殊性，同时大家一起分担大楼的开支，以及包括地税的部分。Condo 的业主是各付各的地税的，因此买家不只是业主，更是未来的股东与邻居。因为是股东，所以董事会审核的比较严格。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比如老年人或者是刚刚起步的年轻人，因为价格低，又不需要操心铲雪或者是维护楼宇，同时有 Super 可以随叫随到，就会选择买 Coop。买方先要递交一份申请资料，包括自己的财务报表，允许到楼调查使用。有的还需要提交雇主的工作证明、朋友或者是工作上的介绍信，总之要证明自己是正人君子、品行端正。正是因为股份制的原因，整个 Cooper 的运作是按照公司法来进行的，董事会的权力很大，审核的不仅是财务的能力，还包括债务与收入的比例，是否能负担每个月的维护费，职业的稳定性，甚至生活方式、家庭结构是否适合社区文化。法律允许他们有广泛的审查权，但是并非无限制。根据联邦的公平住房法和纽约市人权法，董事会
不得基于种族、宗教、国籍、性别、家庭状况、年龄或者残疾等因素歧视申请人，但是董事会无需给出任何的理由，就可以拒绝股份的转让。那被拒绝之后该怎么办呢？买家律师是放弃了，可是不想就此放手，每个月的管理费在那里空交着，可不是件开心的事情。想了一下，找到了当初代理买 Cooper 时候的文件，里面有大楼的顾问律师的资料。因为每个买卖手续都是需要由一位大楼聘请的律师来处理过户的，大楼的签署的文件，所以的话，通常会有4个律师在一个 Cooper 的案件上工作，买卖双方的银行的律师，如果有贷款的话，以及一位大楼律师。费用的话，这位大楼的律师一般会向买卖双方都收取费用。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传真给这个律师，主要表达了不理解为何董事会没有批准。作为业主也好，有个准备，在下次找买家的时候可以有所准备。通常能被聘为大楼顾问的律师和他们的董事会或者是主席的关系不会差，所以的话，想叫这位律师帮去找出原因。对他来说，本来是一个很轻松可得的业务，却不明不白的被打枪了。至少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也会有一些积极性吧。也算是死马当活马医，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试试看能不能挽救。过了几天，居然收到了他的电话，就在电话里面和他聊了一下，表达了困惑。他说帮去问一下主席，结果问出来是买家。没有解释为何他的地址在长岛，却还要在法拉盛买 Cooper。后来赶紧叫马家写一封解释的信递交给大楼。长岛的房子其实是他的父母的，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不能每天通勤那么远，所以才要在纽约市的皇后区买一个 Cooper 的单位。很快他的顺利通过面试，所以也就顺利的过户了。大楼的董事会根本不理你是哪一位，说句就给句了。你上哪儿都没法说理，就算很小的事情也不告诉你，也不给你解释的机会。如果不是之前代理买 Cooper 有这位律师的联系方式，而且想得起来找他帮忙，不然的话，谁能改变 Cooper 董事会的决议呢？董事会对于买家的地址质疑，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但是有时候，人生当中就有那么一些人可以决定你重大的事情。在纽约市买 Cooper 公寓或者是投资地产，有的时候不只是财务的交易，更像是一场游戏，看谁能过关斩将吧。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了超百年，是典型的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周期变化规律，长期受人口的规模、人口的年龄结构等等的影响，短期的则受流动性、利率等影响较大。财税的制度对美国房地产的市场运行的影响是相对有限。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房地产。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多谢您的支持。